Hello， 大家，我今天来到了四川乐山。今天到乐山来看大佛、吃乐山。Let's go！ 乐山是一座因佛而闻名的城市，看乐山大佛是来自必不可少的行程之一。但除此之外，麻辣鲜香的钵钵鸡、鲜嫩爽滑的临江鳝丝、细腻软弹的红糖凉糕，还有皮如纸薄的纸皮烧麦，也是打动我来此一游的原因之一。朋友们，乐山之旅在此启程。我在网上订的饭店，这个走廊还不错，还蛮大气的。现在来开箱看一下他的房间怎么样。哇，床，还有窗，然后卫生间在里面，不错不错不错。这个房间你们知道才订成多少钱吗？才146人民币，我在网上订的一个晚上，真的还不错呢，而且是在他们美食街上面。可以。哦，哎呀，真棒啊！妈妈开心不？开心。我们要去吃饭了。耶！我们这次住的地方位于乐山的嘉兴路上，嘉兴路是乐山众多美食街的其中一条，沿路看去全是吃的。面对各种各样的选择，已经无从下手的我，恰好收到了酒店前台的美食推荐。今天我们到乐山这边是五一节的前2天，今天是4月28号，可能再加上下雨，街上就没什么人。出发之前，前台的那位小姐给我们发了一个就是这一条路的一个美食资讯，然后就发给我们，我就照着她给我们的资讯，我就随便挑了一家。据说这边的鳝丝是很有名的，所以现在我们走路去吃一个鳝丝。前往吃鳝丝的路上，一定要顶得住诱惑。沿路上有可能会被名气在外的老店给吸引走，也有可能会被名不见经传但意外好吃的小店给引诱走，还有可能会被各种得奖头衔吸引得驻足停留。但无论怎样，吃鳝丝的意志一定要坚定。鳝丝是乐山10大美食之一，起源于乐山的临江镇，所以店家一般都是以临江鳝丝为招牌名字，是一种介于火锅和水煮肉片的特色美食。1份鳝丝，1个土豆儿，1个面条。鳝丝的价格为100元1斤，2斤起点。我们4个人点了2斤鳝丝、1份面和1份烩土豆。在吃鳝丝之前，一盘油炸鳝鱼骨作为开胃菜被送了上来。看着不起眼的鳝鱼骨，吃起来脆脆香香，不知不觉一盘就吃完了。菜还没上来，炸的鳝鱼骨头送的被我们吃完了。老板的上菜节奏掌握得刚刚好，鳝鱼骨吃完的当下，一锅热腾鲜香的鳝丝也做好了。这个鳝丝刚刚夹起来的时候，就像面条一样，骨头被剔得干干净净。尝一口，好吃。好吃惨了！鳝丝顾名思义，就是将鳝鱼去骨后切成细细的丝状，加入配料炒香，起锅时淋上热油增香。这一锅看起来确实会吓到不爱吃辣的人，但只要尝过一口后就会知道，相较于辣，它更多的是香。后来一问才知道，香味的来源是老板在炒料时加入了一些猪油渣，一点点的辣味去提它的味道，然后不会特别的重辣重油的那种。这种我老公他也觉得好吃。鳝丝夹起来时挂着一些琥珀色的汤汁，入口的瞬间丝滑有弹性，还带着一点点酸菜的咸酸，吃到最后又出现了若有若无的回甜。酸菜的美味真的只有懂它的人才能完美契合。吃到最后还可以加1份面条进去，完全做到物尽其用。川渝那边对所有菜最好的评价都是汤汤溜到，明天等到下面吃。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好的评价。前面不是提到我们还点了1份烩土豆嘛？其实那份菜是给摄影师点的，但我看他全部的注意力都在鳝丝上了，四季豆和马铃薯也没有加几块。其实这一道四季豆烧洋芋，我不知道算不算川菜，但从小好像也在吃。然后我爸他说那个东西也都是说在四川那边呢，
60、70年代的时候啊，也都是那面普遍一点吃那个东西，也应该算是川菜。话说回来，这道菜也是很好吃的。很好吃的点在于，可能用了一点猪油来炒，更突出了马铃薯的香甜绵软。受不了重口味的朋友，推荐试试这个。我们吃完膳食出来了，吃得非常的开心，因为第一顿就让我们觉得乐山真的是美食之城。然后吃完那个过后，摄影师已经在叫我爸去学习这个鳝丝是怎么做的，他说以后到台湾去做给他吃。在去吃鳝丝的路上，我虽然抵住了沿路各种美食的诱惑，但同时也默默记下了沿路遇到的想吃的店铺。徐良糕就是其中之一。一个凉糕，微信到账4元。凉糕就是大米磨成米浆后煮熟放凉而形成的一种小吃，一般搭配着红糖吃。但乐山的翻砂红糖凉糕，我还是第一次吃。这个是红糖凉糕，可是它很特别的是，它这个是翻砂红糖，好好吃啊，好浓郁的红糖的味道。翻砂红糖看起来像花生酱，相较于一般红糖来说，口感上多了一些颗粒感，但颗粒感在入口后又瞬间融化，还带有一些糖的清甜，搭配着凉糕的软糖和米香，完全就是饱餐一顿后的解腻甜品。好不好的？看到这里，你们肯定有疑问了，难道来乐山就只为了吃吗？那可不是的，按照惯例，吃完喝完就该要去见见大佛了。我定位那个地方是乐山大佛游船的门票的地方，是吧？门票的地方。乐山大佛游船。啊，游船它不知道现在有几个地方哦。哦，那先过去看嘛。但是你这个位置好像不知道有没有游船，好像应该是有的。哦，要得。乐山大佛的游览方式有2种，一种是坐船在江上看全貌，一种是登山与大佛近距离接触。因为妈妈没有坐船看过大佛的全貌，所以这一次我们选择坐船游览。我们现在走在这里，我看到一处很漂亮的景，就在前面，草已经长起来了，然后那边有一个桥，一个拱桥的那种样子，这一幅真的像一幅画一样，好漂亮。前面写有乌游寺码头，乘船由此去。我们现在就走在这条路上，要去坐船看大佛啦。坐船的价格是70元一个人，可以网络提前购票，也可以现场买票。如果遇到节假日，最好提前在网上订票，以免遇到人多或者是售空的情况。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，坐船的码头也会随着水位的变化而改变。这次我们是在乌游寺下面的码头上的船。耶！我们上船啦，一个船是58个人。刚刚我们那边是等着排队。小心脚下哈。来啦来啦！据传，以前岷江、青衣江、大渡河的3江汇流之处水势汹涌，常常发生船毁人亡的悲剧。为了镇住水势，海通禅师决定在此处开凿一尊大佛保平安。大佛历经90余年才修缮完成。大概5分钟左右，随着距离的拉近，大佛的全貌逐渐清晰。环顾一圈，大佛本尊、洞窟里的左右护法，还有凌云山的景色，通通收入眼底。现在我们是游船观赏的乐山大佛，肯定有朋友会疑问，为什么你不去爬山？是因为觉得累吗？并不是，这一次是因为乐山大佛在维修，所以不能爬山，只能去它山顶的一些景点去游览，并不能看到佛的就全身，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一次游船来观佛。大佛的右侧是九曲栈道，开凿完成后，
为了防止大佛遭受风吹日晒，就在大佛周围搭建起了一座木质的阁楼，名为大香阁。九曲栈道就是登上阁楼观佛的步道。整个游览时间大概半个小时左右，在上船的地方下船，下船后不远处就是乌游寺。这座寺庙始建于唐代，如果时间充裕的话，可以去走走看。据说爬山要爬20几分钟才能到达。这张照片就是乐山大佛晚上的时候，晚上会有一些灯光衬托它。从游船看大佛那边走出来，我们下一个景点准备去东方佛都，然后要加快脚步，因为时间稍微有一点点赶了。这里一路出来都有好多吃的，这一条街全是吃的。可是我在网上做攻略说，大家都在提醒说，这里要谨慎选择，以免找考榜班。在乐山随处都看得到这种红色的砂石。好像乐山大佛的雕刻就是在这种砂石上雕刻的，所以经常在维修，因为容易被侵蚀、被腐蚀。乌游寺码头的旁边，走路10分钟的距离就是东方佛都。东方佛都算是乐山大佛佛文化的延伸，填补了大佛没有摩崖裙瓣的空白。这个园区是建于1989年，如果想看历史文物的话，这里就要酌情选择了。景区打开广得到好久啊？大概就最多就1个小时。哦。我们呢？门其实你东逛一下都没关系的。好，谢谢。我拿我一个。东方佛都的票价是成人80块钱，然后60岁以上的话，出示身份证就是50块钱一张。优惠票，欢迎光临。一进园区就被郁郁葱葱的林木和清幽的佛音围绕，就像踏入了一个古老悠远的异界。一进来就看到一个170米的大佛，这边是头，这边是脚，脚拇指在这里。我先看到这里，然后再顺着这样看过去，才发现到，这个真的要仔细看才看得出来。整个园区有近1000亩地，如果你不是佛教爱好者，我建议进园后往左走，直接去地宫。这里写了是电影《风云》的拍摄地。它这里我在网上做功课的时候说的是，全部是美术学院的学生来雕刻的这一座山，雕刻的这些佛像，然后是20年前完成的。虽然它的历史跟乐山大佛比起来相差甚远，乐山大佛有1000多年嘛，这里只有20年，但是等到1000多年之后，我们也是历史的见证了，就是相当于我们是提前看了这些文物了。走入地宫的那一刻，其实我还是有点怕的。里面灯光的设计和空间的布局，营造出了一种静谧庄严的氛围，就像走进了《盗墓笔记》里面的地下宫殿。买票的时候，我还看到有夜游地宫的选项，晚上到这里来，可能需要组队才敢进去吧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这个巨大的佛，就想到以前看到一本书，里面讲的阿富汗的8米扬大佛。我现在在这个位置，然后刚刚从这边过来的，现在就出去了，因为地宫就是它最精华的东西，所以看完就可以走了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乐山大佛这个景区真的好大呀！以前来乐山这边就是看一下乐山大佛就游船看，然后去美食街吃点小吃就回城了。现在来细细逛、细细找，才发现哇，这周边真的好多景点都还蛮震撼的。这个东方佛都，我在网上搜到的，你从来没去过是不是？我妈来过乐山大佛，来了3次，是不是？她都不知道有东方佛都这样一个比较震撼的景点。有，只是
知道这个景点，但是不知道有这么震撼呢。是能够说，今天晓得了噻哈。晓得了，确实震撼。现在也差不多到晚饭时间了，6点过，我们在里面不知不觉就逛了1个多小时。现在已经差不多6点过了，准备去吃个东西。我们去吃钵钵鸡，钵钵鸡这么好的钵钵鸡。乐山的美食主要分布在张公桥、嘉兴路和上中顺街。作为游客来说的话，这3条街我最喜欢上中顺，紧靠乐山港，与乐山大佛隔江相望，还能一次满足什么都想吃的愿望。旅行团，旅行团，旅行团来了来了，吃钵钵鸡还是吃一个烧麦？好，好吗？随便吗？好，走走走。钵钵鸡起源于乐山，相传清朝末年，乐山的一位摊贩将煮熟的去骨鸡肉用竹签装起来，放入有麻辣调料的陶器钵中，因其独特的口感和方便的食用方式，迅速在当地流传开来，取名钵钵鸡。好了哈。哎，满满一柜子的食材任意挑选。不管是鲜嫩的鸡肉、爽脆的藕片，还是软糯的猪头肉，选好后全部冷浸在色泽红亮的汤汁中，入味后便可食用。不能接受红油的话，糖椒味也是不错的选择。晚餐我们就来到一条他们的小吃街来吃一个钵钵鸡。我很多年之前来乐山这边吃过钵钵鸡，然后再次看到这个，好开心啊！这个红油看起来，马上来尝一个，好香好香啊！它红油和芝麻真的香惨了。红油钵钵鸡浓郁的香气和鲜香的回味，得益于表面上那一层满满的芝麻和醇厚的汤汁。吃到最后，一点点回甜的味道让我根本停不下来。吃了过后，这里有一个香肠签，是要把签子放在里面的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在这边吃，还有一样要推荐给大家，就是峨眉雪。峨眉雪这个饮料就是荔枝味的气泡水。然后这个是只有在这边才吃得到的，这还蛮特别的。如果大家到这边来，一定要试一下峨眉雪。我觉得吃钵钵鸡最完美的搭配就是一碗鸡汤饭，清淡的口味马上弥补了味觉上的丰富。这鸡汤饭就像屏东那边的饭汤这样子。我们吃钵钵鸡一共是吃了131.4块，然后是吃了128根，它是8毛钱一根，但是它不是数签的，它是用称的，它就直接给你算出来了。4个人算了汤底费是16块，然后鸡汤饭一份是9块，峨眉雪1瓶4块，一共是131.4块，好便宜啊！吃完钵钵鸡出来有点晚了，但总觉得还差点什么。看到蛋烘糕，我知道我差点什么了。奶油加肉松。蛋烘糕我觉得有点类似于车轮饼，都是用鸡蛋和面粉调匀，然后烘煎而成，只不过做出来的样子和加的料不一样。奶油加肉松经典口味，这样一颗是6块钱，我觉得它吃起来就像台湾的车轮饼一样。我喜欢吃奶油加肉松的，也是最经典的口味，也可以选择其他的味道，反正甜的、咸的、辣的都可以裹进这张饼皮里。不过我买的这家不是很合我的口味。今天的收尾，准备买个甜皮鸭回饭店吃。我和我的甜皮鸭一起回饭店了，现在我在饭店里面来开箱一下甜皮鸭。先来尝一个，
甜皮鸭的表面有一层亮亮的，这一层亮亮的应该是刷的一层糖浆。但是以我对食物的理解，它表面刷了一层糖浆的话，它的表皮应该是有一点酥酥脆脆的。可是它表皮吃起来没有酥脆的感觉，我想哈，可能是因为放凉了。那吃到里面的话，它的肉稍微才那么一点点，没有那么嫩。那来到乐山是一定要吃甜皮鸭的嘛？甜皮鸭其实是很好吃的。如果大家想尝试一下甜皮鸭是怎样的味道的话，一定要做好功课。那今天晚上就到这里，我们再期待明天吧，明天见。早安大家，乐山第2天，我准备要出去吃个早餐。要说到乐山的早餐，烧麦肯定是要占有一席之地的。乐山的烧麦皮薄馅丰，再搭配上秘制蘸料，光是看着就觉得值得一试。我爸今天当一次店小二，给我们上海带汤。哎，可以，对了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这个是纸皮烧麦，我第一次吃这样子的烧麦，它跟重庆的烧麦不一样。然后这个看起来是不是像一朵花一样？我们点了3个口味，猪、牛、羊都被我点了。还有一个辣椒的蘸料，如果不吃辣椒，自己可以加点酱油啊、醋啊什么的。然后现在我蘸一下来吃一下。其实这个烧麦不蘸酱就很好吃，但当地的做法就是一定要蘸一下这个灵魂蘸料，这样蘸一蘸。然后我们点了猪、牛、羊3个味道嘛，我吃下来我觉得最好吃的是羊肉，其次是猪肉，最后是牛肉。它这个烧麦因为是纸皮烧麦嘛，所以皮很薄很薄，相较于我们平常吃的那种糯米烧麦来说的话，它吃起来我觉得它更有韧性一点，但是它的皮又没有那么的厚。乐山烧麦的特点就在于外皮薄而韧，尖尖的部分真的稍硬，下面的皮则是柔软的。后来我想了想，外皮吃起来很像破酥包的口感，香滑酥软。路边卖的这种一小颗一小颗透明的红红的，就是我们这边的樱桃，我们叫恩塔。乐山的早餐有3巨头，烧麦和豆腐脑是其中的2个，还有一个是开放选择，我自己说的。往前走几步就看到了一家卖豆腐脑的店。它这个豆腐脑跟我之前在重庆吃的是，我觉得有一点不一样，因为它有勾芡，重庆的就是打佐料的那种，重一点花椒。然后这个里面的话还加了那种地瓜粉的，就我们说的红苕粉。它的勾芡的话，我觉得我需要一段时间来慢慢的适应它。反正我觉得到这边来就尝试一下当地的风味嘛。这次来乐山，与其说是带着爸妈，不如说是爸妈陪我来。昨天坐船看完大佛后，本来今天是要去其他的地方，但是晚上回到酒店，想了又想，我从来没有去大佛的头顶上看看，既然来都来了，还是很想去的。正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，妈妈让我不要纠结了，她陪我去。于是吃完豆腐脑，我们又冲去了大佛景区，体验另一种观佛的方式。在景区里坐观光车，沿途的风景还蛮漂亮的，还漂亮吧？登山观佛的门票是80元一个人，60岁以上免门票。从售票窗口到景区检票口需要走一段路，这一段路建议选择坐游览车进去。游览车是10元一次一个人，如果要多次坐车，建议选择15元的多次票，比较划算。请通行。一进来就看得到这个山体是这种红色的，而且一个一个的洞，这里也有比较大一点的。登上山顶需要先走333级台阶，在第一处台阶有一个大大的佛字，这个佛是苏东坡来自游览时亲笔所题。这里应该是一个佛龛，佛像的身体都还在，可是上半身就不见了。继续往上，沿途的左侧会看到一些题字和残损的佛像，右侧则是三江交汇的景色。
沿路上的龙丘和虎穴是不能合影拍照的。古代时的凌云山森林茂密，有白虎出没。岷江、青衣江、大渡河的三江汇流处有青龙腾跃。相传白虎和青龙受佛法感召，皈依佛门，化为石龙和玉虎。因为是困水龙和下山虎，所以不适合拍合照。刚刚我听到那个导游在说，不是有一个虎穴嘛？它是一只白虎，那只白虎是不能和它一起合照的。我看到佛头了，就在前面，好大一颗。今天因为下不去佛脚嘛，所以这个景区算人少的，可是还是好多的人。拍照的时候，因为都在这边嘛，拍照的时候还是要等一下位置才可以拍的，就需要花点时间。然后现在我要摸一下大佛的头，摸一下大佛的眉毛、眼睛，然后找一下角度。再摸一下他的耳朵，他的耳朵摸了好像是有福气的，摸一下。大佛的头上长草了。哦，他们平时下的话，就是从那个栈道这样下去的。上几步台阶就看到佛的那个发簪吗？还是什么？一揪一揪的。继续往佛头的上面走，就是海狮洞。正好就是海通法师，海通法师就是修乐山大佛的人。旁边的海狮洞是一座东汉时期的崖墓，相传为海通禅师居住过的地方。这里有一个佛脚平台的开放通知，它的关闭时间是截止到4月30号，也就是今天。明天5月1号就开了。来晚了一天，来早了一天。他们都在那边洗什么呀？那么多人。哦，这个是那种白色的玉的那种洗手吗？哪个洗了咋子吗？哦。他们说那个需要手不痛啦。这马上就好了。弄下腰杆，弄下脚噻，膝盖。好了。这个也要抱一下吗？哇，好凉快！这个雨好凉。摸一下。这一面墙，这些砖一块一块的，就是修乐山大佛的时候，他去试色呀、试材料啊什么的，可能就是修旧如旧的那种吧。乐山大佛是修在凌云山上面，所以凌云山上面有一个寺庙叫凌云寺，然后那个寺庙是比乐山大佛它的年龄还要大哟，所以现在要去那个寺庙看一下。凌云寺创建于唐代初期，海通禅师就是在此修行时，不忍看到经常发生船毁人亡的事件，而决定开凿大佛的。寺庙的特别之处是林字多了一点，这是晚清的书法家所书。因为这里是三江的汇合处，所以故意把林多加了一点水。凌云寺上面还有一个东坡楼，东坡楼据说是苏东坡曾经在这里读过书。唉，好累啊！继续往山上走，还有苏东坡曾经读过书的地方，海通禅师舍利存放的宝塔，还有为探讨昼夜奥秘而留下的注意洞。乐山大佛整个景区要细细逛的话，可能一整天都逛不完。景区的入口就是乐山博物馆，博物馆的旁边连着一大片的山崖，山崖崖体上有一些比较大的洞穴，这些洞穴应该就是始凿于东汉时期的崖墓。你看他的动作好可爱呀，两只手是这样子的，然后舌头还吐出来了的，这样子。这里有只猫，全部都在拍它。哇，
从大佛景区出来后，快接近1点，早上吃的烧麦和豆腐脑也消化的差不多了，那么中午就用跷脚牛肉来补充一下体力吧。开车12公里就是跷脚牛肉的发源地苏鸡古镇。据说跷脚牛肉最早出现在简陋的小摊上，摊主为了节省空间，在桌下加一根横木，方便食客放脚。久而久之，就形成了敲脚的习惯，干脆就把这样子吃牛肉的方式取名为跷脚牛肉。跷脚牛肉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汤底通常是由牛骨、牛尾等食材熬制10几个小时，再配以香料和火候慢炖而成。汤头吃起来香浓不腻，牛肉吃起来鲜嫩爽口。但是我们找的这家其实没有特别的好吃，所以就不拍门头不放地址了。不过他们家的血旺还不错。苏鸡古镇形成于隋朝，传说是一位姓苏名姬的隐士居于此处而得名。另一种说法是苏东坡到此稽查过而得名。峨眉河穿镇而过，形成了水乡的风貌。古镇保留了大量的古建筑群，商贩和游客来来往往，就像一幅古朴的生活画卷。找一个地方静静坐下，吹吹风，吃吃东西，自己也成为了画卷的其中之一。南乐山这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哟，我要继续吃我的手搓边粉，继续享受古镇的悠闲。还喜欢这期影片的话，请一定记得帮我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这里看到了吗？峨眉山。哦，那边是峨眉山，看到了。你看那鼻子、下颚，看到了吗？还有比较形象啊。它躺在山上的嘛。我后面的这棵黄果树，这棵树的树龄有340年了。黄角树很神奇的一点就是它是哪个季节摘的，它就哪个季节掉叶子，所以很多时候你看到春天也在掉叶子，秋天也在掉叶子。黄角树有自己的节奏。